金毛羊。从前有个穷人，他有一个儿子。儿子长大后，父亲让他出去打工。儿子走啊走，到处找工作。最后，他找到有个人愿意雇他看守羊群。第二天，主人给他一只笛子，让他去放羊，试试看他是否适合做牧羊人。男孩不像其他懒人，他一整天都没有休息，他赶着羊，吹着笛子，紧跟着他们。羊群中有一只金毛羊，只要他一吹笛子，就会跳舞。他特别喜欢那只羊，于是心想，不向主人要薪酬，只要这只羊。傍晚，他将羊群赶回家，主人正在门口等他。看到他时，主人非常满意，决定奖赏他。男孩向他讨要金毛羊。虽然主人也非常喜欢这只羊，但最终还是艰难地答应了，因为他觉得男孩是很优秀的仆人。1年过去了，仆人一直都表现得很好。最终，主人信守承诺，将羊赏给了他。他带着羊启程回家。夜幕降临时，他来到一座村庄。小伙子落脚在一个地主家，地主有一个女儿，女孩非常喜欢金毛羊，想将它据为己有。半夜，他便去偷金毛羊，但当他伸手去抓羊时，他的手紧紧地粘在了羊毛上。早晨，小伙子起床后，但女孩还粘在金毛羊身上，于是他们一起上路。金毛羊驮着粘在它毛上的女孩。他们走到第3个邻居那里时，小伙子拿出笛子开始吹奏。金毛羊开始跳舞，金毛羊跳着舞，女孩粘在羊毛上。邻居家的妇人正在烤炉边烤面包，她往外看去，看到女孩在羊毛上跳舞，她拿着铲子跑出去吓唬女孩：“快回家，别在外面丢人现眼。”但女孩只是继续跳，她便用铲子去打那个女孩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，铲子粘在了女孩屁股上，妇人则粘在了铲子把上。他们继续走到了教堂，金毛羊跳着舞，女孩粘在羊的毛上，铲子粘在女孩屁股上，妇人粘在铲子把上。早上，牧师正好从教堂出来，他看到这一幕，开始责骂他们，让他们回家，不要在那儿丢人现眼。他用棍子重重打了下妇人的屁股，结果他惊讶地发现，他的棍子粘在妇人的屁股上，他则粘在了棍子上。小伙子就这么赶着他们继续走。途中，他遇到一个士兵，他牵着一匹高头大马，出于恶作剧，他去抓住了牧师，结果他也立马粘住了。随后又来了一个织布工，他带着许多的帆布，他拍了下马的屁股，嘿，这马真漂亮，结果他也粘住了。之后又来了一个鞋匠，他带着很多鞋模，他拍了一下织布工说：“兄弟，你在这看啥呢？”结果他也粘住了。小伙子继续吹着笛子，金毛羊跳着舞，女孩粘在羊毛上，铲子粘在女孩屁股上，妇人粘在铲子把上，棍子粘在妇人屁股上，牧师粘在棍子上，牧师后面是士兵，士兵手上牵着辔，辔拴着马，马屁股上粘着帆布，织布工抓着帆布，背上粘着鞋模，鞋匠拽着鞋模。他带着这场闹剧继续往前走。小伙子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一座正在发丧的城市，房屋、城堡都挂着黑纱布，妇人和男人都穿着黑色衣服。他们走到城市尽头，在一位老妇人家落脚。他问老妇人：“城市里发生了什么？”老妇人悲哀地告诉他，国王的公主病重垂危，什么都医不好，但医生们说，只要能让她笑一下，就能药到病除，但没人能让她笑。国王今天正好宣布，谁能让公主发笑，他就将公主许配给谁，并与她共享王国。很多人尝试过，王子、
伯爵、大帽子斯洛伐克人、精挑细选的吉普赛小伙子，但都徒劳。无论他们怎么逗趣，公主仍然悲伤，他们都掉了脑袋。早上，牧羊小伙到皇宫通报，说他能将公主逗笑。国王让公主站在阳台上观看。小伙子吹响笛子，金毛羊开始跳舞。女孩粘在羊毛上，铲子粘在女孩屁股上，妇人粘在铲子把上，棍子粘在妇人屁股上，牧师粘在棍子上，牧师后面是士兵，士兵手上牵着辔，辔拴着马，马屁股上粘着帆布，织布工抓着帆布，背上粘着鞋模，鞋上拽着鞋模。公主看后哈哈大笑。金毛羊听后也非常高兴，一使劲儿甩掉了所有的东西，独自开始跳舞。女孩也开始跳舞，妇人也开始跳舞，牧师也开始跳舞，士兵和马也开始跳舞，就连织布工与鞋匠也开始跳舞。国王如约将公主许配给牧羊人，织布工和鞋匠成了宫廷御用师傅，士兵成了军官，牧师成了宫廷牧师，妇人也成了宫廷面包师傅，女孩则成了公主的侍女。国王大排筵席，流水席从星期一办到了下一个星期2，举国欢庆。如果不是小提琴师们的弓弦都拉断了，也许直到今天，他们都还在跳舞。